我利用暗卫身份，以下犯上，骑了身中合欢药的绝色主子。主子清醒后，雷霆大怒，一掌劈裂了那夜的八部大床。本王要将那无耻女贼挫骨扬灰。我苟在房梁上，吓得掰着手指数了数。千丝合欢散，合欢须半载，10日一发作，次次同一人。也就是说，主子被我弄哭的隐忍模样，还可以偷偷欣赏17次。好爷，螳螂杖中死，做鬼也风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废物，几日了，一点线索都找不到，本王要你何用？今夜还抓不到那女贼，自己去领30大杖，滚！我蹲在房梁上，津津有味地看完了主子冲侍卫头领发火的全场。怎么会有人发怒的时候还这么清绝好看呢？我在心里赞叹一声。只有我知道他现在为何特别烦躁，因为今天夜里千丝合欢散就要第2次发作了。主子在书房里来回踱着步，极为难得的迟疑不决。忽然他停住了脚步，似是终于下定了决心。11，我连忙跳下房梁，单膝跪地。属下在。余光里，描金勾银的袍脚又烦躁地来回转了2圈，通知其他暗卫，今晚不得进本王的院子，都在外院守着。主子顿了顿，威严的语气透着不甘，继续道：若在亥时后才发现女贼的踪迹，便先放她进院，待她出来再行擒拿。是。暗卫从不质疑主子，我立刻领命。转身出门时，却忍不住微微翘了翘嘴角。亥时正是千丝合欢散发作的时辰，这是上次睡完主子后我留下的警告。若是院内有人，我便不会出现，我不出现，便不能解毒。不能解毒，主子后半辈子可是真的会不行呀。当夜，月黑风高，我摸进主子的寝房，合欢散已经发作了。白日还冷峻威吓的人，此刻正衣衫不整，目蒙迷离地靠在床头。我被眼前画面冲击得心跳如鼓，暗啧一声妖孽，快步向他走近。谁？这种状况，他竟还本能地警觉了一瞬。不过，我可不跟神志不清的人多解释。柔柔地扶过去，一出手直击核心。主子立刻闷哼一声，在药性作用下，几乎瞬间就反客为主，把我压在了身下，动作甚至可以说急躁。我顺从地搂住他，没有反抗，然后就差点快活过了头。幸好关键时刻，暗卫的本能警醒了我。我缓了一会儿，立刻翻身而起，从地上凌乱的衣裳里抽出2条黑布带，一条蒙住主子的眼睛，一条将他的双手绑在了床头。这合欢散只要出过1次，就算解了药性了，主子马上就会清醒过来，而他清醒的时候才更让人兴奋呢。果然，我将打好结，床头就骤然一晃。混账东西，还敢绑本王！给我放开，本王可以饶你不死。主子猛地挣动起双手来，功力太好就是麻烦，恢复的也太快了。我可不敢放，也不敢再发出声音，我只会默默地办事，迅速便骑到了他腰上。主子僵住，显然猜到了接下去的事，一层薄红从他的耳尖一下蔓延到了锁骨。混蛋，药性已经解了，你现在放开我。他向来强势的声音竟然有些颤抖。或者你现在直接离开，本王都可以放过你，你听到没有？有了第1回的经验，我今夜那叫一个如鱼得水，得心应手。第2日，我在自己的小屋里补觉补得昏天暗地时，被同为暗卫的小七强行叫醒了。11，快起来，王爷唤你过去。我不情愿地睁开眼，今天又不是我当值，王爷找我做什么？我哪知道，反正昨夜又没抓到女贼，王爷今天心情恶劣，你可要小心点。这话让我心里一激灵，昨夜我没忍住发出了一点呜咽，可那时候的声音和我平时完全不一样，主子不可能听得出来吧？一路上我都在琢磨这事。进了书房，主子正用手支着额角，闭目养神，已完全是平日金贵冷峻的模样，只不过心情看着确实很差，眉心微拧，听到我的请安，动也没动。好一会儿，他才先眸望向我。莹儿在青州遇到一些麻烦，本王现在脱不开身，你替我去一趟。哦，原来是为了他心中的白月光，
苏颖儿的事。我暗暗松了口气，赶紧应是，带上本王的印信。主子又扔给我一个错金玉章，只要能护莹儿周全，动用任何资源都可以。属下明白，这可是主子平日绝不轻易使用的印信。我收起玉章，准备告退。等等，这时主子却突然又叫住了我。关于那个女贼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一愣，抬头正对上她幽深清冷的目光，心中莫名蠢蠢欲动。于是我更加恭恭敬敬，一本正经地道：属下想斗胆问王爷一句，那女贼究竟偷了您什么东西？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件东西上入手。主子的神色微变，定定看了我须臾后，这不是你该问的，退下吧。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总觉得他最后一句话带着点咬牙切齿的意味呢。这不是我第一次被派去保护苏莹儿，从主子12岁遇到她，每年总有那么几次。其实主子会爱上她，我特别能理解。主子的父亲老北辰王宠妾灭妻，逼得原配王妃。主子的母亲抑郁早逝。主子12岁那年，就是新王妃想在主子回外祖家的路上，制造他被山匪杀害的意外。主子奋力抵抗，逃进了密林，然后就遇到了苏神医之女苏莹儿。打动主子的，并不是苏莹儿的细心医治，而是她对主子发自内心的温柔怜爱。连旁观的我都要爱上这样一个温柔又善良的美人。是的，那个时候我也一直陪在主子身边。主子从7岁起就借着外祖家的力量，偷偷培养自己的暗卫。我就是在和野狗抢食时被他救下，并被选中的濒死乞儿。暗卫营训练极苦，我是其中最拼命、最优秀的，所以主子常常让我扮成侍女，护卫在侧。10岁到19岁，算起来也有3000多个日夜了呢。不过，暗卫就是暗卫，主子就是主子。苏莹儿是陪伴，暗卫是职责。我披星戴月赶到青州，片刻也舍不得休息，就找到了苏莹儿。苏莹儿跟我也算熟人了，颇为相信我，也很愿意与我配合。只是那个一直给她带来麻烦的男人实在不简单，我费尽了心机，才终于把他带走，又立刻护送他披星戴月往京城赶。总算赶在千丝合欢散再次发作前，回到了王府复命。金童玉女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我隐在游廊阴影里，看着主子和苏莹儿重逢时彼此眸中闪烁的光芒，看着两人站在春色明媚的花园里，男貌女貌美的犹如神仙眷侣，看着两人走着走着，转头温柔地相视一笑，看着主子久久站在月洞门内，凝望苏莹儿离去的身影。11，这一声喊得有点突然了，我愣了一下，才闪身出去，跪在他面前。主子垂眸，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会儿。莹儿都与我说了，你这次任务办得不错，想要什么赏赐？终于来了，我可是等这句话很久了。我默默壮了壮色胆，抬头望向他。王爷可还记得圣上上次给您的赏赐里有一个红宝石金铃项圈？属下是否可以要那个？以往主子对这些金银之物的赏赐都是极不在意的，我以为他会随口答应，不料今日主子却神色一滞，眸中突然升起了隐隐的恼意。你要项圈做什么？我有些莫名，同时又被他的模样勾出痒意，不由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。答：项圈自然是给小狗戴的，属下以后想养一只漂亮的小狗。主子的呼吸一下沉了几分，喉结不自然地滚动了几下。小狗？是，王爷，属下不可以养漂亮小狗吗？呵，好，好。主子胸口重重起伏，好一会儿才一字一句道：本王赏你了，自己去库房取。说完，他拂袖就走。我跪在原地眨眨眼，是我看错了吗？怎么觉得主子的耳尖好像红了？我从库房取了项圈，回到自己的小屋，爱不释手地比量了一下大小，和主子的景象完美相配。我高兴极了，又仔仔细细欣赏了好一会儿，才小心地藏了起来。现在还不能给主子戴，否则会立刻暴露。等到最后一次吧，等到第18次的时候，我想给主子戴上项圈，然后再亲一下他的嘴角。
如果之后还能活下来且按计划离开，那么我想在余生养一只真正属于自己的漂亮小狗。这一夜是合欢伞再次发作的时间，我又潜进了主子的寝房，一切几乎与上次一样顺利。也不能说一样，大概是因为主子此前一直为苏莹儿守身如玉，于这等事上并没有经验，所以总还是有一些青涩。可今夜他清醒之后，却似乎越来越有技巧了。翌日，主子陪苏莹儿去城外西山采药，而我日夜兼程跑了一趟青州，又立刻和主子疯狂半宿，只想补觉。这一觉直接睡到了黄昏，醒来吃了点东西，就隐隐发觉不对。天色已黑，主子却还没回来。大晚上的，采什么药？果然一炷香后，不好了，主子和苏姑娘在西山被埋伏，一传信回来，让所有暗卫。小七说到一半就顿住了，因为我早已换好夜行衣，一起走。话未落，我已经掠过了他身边，直催的马儿跑得脚下冒火时，终于在半山腰碰到了暗卫一。一是暗卫营现在的头领，也是我们的大哥。王爷呢？我急问。一看着我紧皱眉头，杀手太多，我们被打散了，只看到主子带着苏姑娘往前面林子去了。我已让其他人往各个方向去搜，你们来的正好，你走这边，小七走那边，找到人马上发信号。好，我应得极快，弃了马便往林子里去。小11，一突然又叫住我。我回头，他长得其实很俊朗，可这时默默看着我的神情却有些奇怪。小心些。最后他只是这么补了一句。我心急如焚，没有多想，点点头，转身进了林子。我似乎找对了方向，一路上发现了主子匆忙留下的2个标记和许多打斗的痕迹，可这却不是什么好迹象，看起来主子似乎被逼入了绝境。谁？我忽然察觉前方黑暗中有个人影，定睛一看，正是主子的背影。他似乎受了重伤，身体全靠手里拄着的清风剑斜撑着。王爷！我刚想朝他奔去，背后骤然传来掌风破空之声。那掌风是冲主子去的，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，飞身扑过去，为主子挡了这一掌。但出乎意料，这一掌掌风虽劲，落到身上却并不重。我立刻提起气，与来人缠斗起来。过了几十招后，我诧异地认出了来人的武功路数。青衣瞎子，又是你！正是那夜给主子下千丝合欢伞的人。那人一言不发，只继续步步紧逼。很快我就发现不对，他的招式变得我越来越熟悉，他在黑暗中的身影也越来越熟悉。可我分了心，被一掌打落在地，吐出一口血。一柄银亮的剑尖蓦地停在我胸前。11，果然是你。那晚只有那个女人见过青衣瞎子，知道青衣瞎子的招式。主子缓缓揭下了脸上的黑巾，沉着声音道。我抬头看向他，瞬间全都明白过来。一内声小11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原来今晚的一切都是为我自投罗网准备的陷阱。嗨，果然不能低估主子的聪明敏锐。千丝合欢伞只要熬过那一夜就行，完全可以不用交欢。主子眉心紧皱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我擦了擦嘴角的血，该怎么回答呢？属下不忍心看您苦苦忍耐一夜吗？哈哈，好像说不出口啊。我仰起头，与他静静对视。月下看美人，还真是更美。主子的目光从不可置信，慢慢变成了复杂。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是本王的暗卫？胸口还是没忍住一痛。也不用这么直接吧。暗卫的心也是嫩肉长的呀。暗渊，11姑娘怎么受伤了？快让我看看。就在这时，苏莹儿不知从哪儿冒出来，向我跑过来，却因为跑得太急，差点摔倒。主子立刻紧张地一把抱住了她。莹儿，小心！我狼狈地躺在地上看着他们。没有人比我更能确定，苏莹儿是真的关心我，她真的就是那样善良的美人，值得所有人的爱，也值得主子的爱。我在黑暗中眨了眨眼，把泪水眨回去，笑了起来。王爷，如果那天中毒的是一，属下也会那么做的。因为一也长得好看，属下我呀，就是有点颜控，
和谁都行。主子蓦地一僵，缓缓转头盯着我。和谁都行。那双冷锐的墨眸眸底似乎燃起了怒火。呵，好，你好得很，来人，把他给本王押回去。半个时辰后，我被不久前还是亲密战友的其他暗卫们押回了王府，却并未被押去王府地牢。我四下看了看这里外2间的屋子，讲真，要不是外面有人把守，没有人身自由，这里和暗卫的住所好像也没什么差。不过也是，主子的合欢散之毒还没解呢，要惩处我也得再等等，总不能让主子屈尊降贵，去地牢和我行那是不是？正中间，门被轻轻敲了2声。11姑娘，是我。苏怡儿抱着一个药箱进来了，大约是知道了主子中毒的事，她有些尴尬，默默地给我把脉看伤。伤得不重，我开一副性温的药，调理5、6日便能恢复的。谢谢。我抿了抿唇，你不怪我，不觉得我无耻吗？苏怡儿的脸微红，不会的，你也是为了帮阿渊。犹豫了下，她继续道，我已经给阿渊研制了解药，合欢散的毒性会慢慢减弱，20日后就可彻底解毒。我一愣，项圈没机会给主子戴了，18次也缩水成5次了啊。不过我暗暗算了下时间，20天应该也够了。还有，苏莹儿又好意补充，阿渊服了解药后，毒发时也可保持神志清醒，应该不会伤害到11姑娘了。说完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话中的含义，脸上顿时更红，连忙道了别，收拾好药箱出去了，独留我呆滞在原地。主子毒发时会保持神志清醒，那行事时岂不是太难堪了？接下来几天，我被关着一面养伤，一面无聊的只能练功。期间，主子一次也没来过。倒是小七在轮值看守我时，没忍住偷偷问我究竟干了什么事。暗卫营犯了错都有规矩，该杖责就杖责呗，主子光关着你是几个意思？主子昨天又习惯性叫11了，发现叫错，他脸都黑了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出去听命。哎，长得再好看，也不能天天臭着张脸啊，搞得我每天都胆战心惊。我静静听了会儿，叹了口气，别多话，你忘了原来的妻就是因为没管好嘴，惨死在了对家手上。小七噤了声，默默回外面梁上蹲着了。这般，终于又到了合欢散毒发之夜，气氛很尴尬。门被推开时，我正好抬眸，主子立刻冷哼了一声，移开了视线。我也马上低下了头。之前敢对主子肆意妄为，都是因为主子神志不清或者看不见我，而被戳穿的我，连与他对视的勇气也没有。自己戴上。随着冷淡的声音，一条黑色布带落到我手边。这也要以牙还牙吗？主子还挺记仇的。我默了默，拾起布带蒙住了眼睛，然后自觉地爬上床躺好。主子静静站了许久，才向床榻走近。清冽的气息照下来时，我紧张的全身都僵住了。放松一点，之前玩弄本王的时候，不是厉害得很吗？不是还说和谁都行吗？不是合一也行吗？不回话，你哑巴了吗？我死死咬着唇，不说话，不让奇怪的声音冲口而出。房间里渐渐只剩下越来越急促的交错喘息，直到最后，主子只伏在我身上缓了片刻，便迅速起身收拾好衣物，摔门离去。还好，走时他还记得叫人给我送来一桶热水。这晚入睡后，我就迷迷糊糊做起了梦，梦到8、9岁，我刚扮作侍女服侍在主子身边的时候，因为母妃被害死，主子也被父亲和妾室欺辱打压，心中憋着一口气，读书练武都尤其用功。他自己用功不止，却还看不得我闲着。琴棋书画，君子6艺，他学什么，也要我跟着学什么。我悟性哪有主子好，学什么都比他慢，于是总是通红着脸自责，属下太笨了。主子却用笔轻轻点了点我的额头，说：“小11已经比一般人聪明了，你只是开蒙太晚，不必妄自菲薄。”然后耐心指出我的问题，告诉我如何改进，练武的时候还会一招一式帮我细细拆分。我还梦到了王妃的忌日那天，衣着艳丽的新王妃在主子为母亲焚香祭酒时，故意碰落了王妃的画像。主子与她争执，却反被老王爷重重打了一耳光，灵位前的祭品也被闹得散了一地。一怒之下，
主子骑马跑出了城，我也跟着他跑了出去。我们在城外的林子里漫无目的的一直走，一直走，直到天黑。我抓了一只兔子烤了，算作晚饭。主子的心里没有一开始那么难受了，撕了一条兔腿，让我一起吃。我连忙摇头，柿子先吃，柿子吃饱了，属下再吃。主子看着我，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分什么主仆？就像朋友一样，陪在我身边不好吗？我又幸福又惶恐，柿子是11的主子，是11的恩人，11不敢和柿子做朋友，但是11会永远跟在柿子身边，保护柿子。那天，主子看了我许久，最后扯了扯唇角，低声道了句：“说的也是。”后来，主子遇到苏银儿后，我常常想起这一夜。如果那时我没有那么自卑，如果我再勇敢一点，接受主子平等的邀约，主子是不是也有一点可能会慢慢喜欢上我呢？合欢散这夜之后，过了4天，小七突然拿着锁链进来把我铐了。苏姑娘要去黄州治瘟疫，主子不放心她自己去，便和陛下要了那边赈灾救疫的差事。他说的把你上了镣铐一起带上，不是我想铐的哦。这个时间和我记得的一模一样，我连忙追问，是不是苏神医研制出了治疫的药方？小七奇怪地看了我一眼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前些日子，苏神医利用崇吾山的一味稀有草药，制成了治医底方，送到了苏姑娘手里。据说，只要苏姑娘到了黄州，把底方化入水中，再添几味其他药草，就能控制住疫病。药方的事也对上了。我舒了口气，含糊道：“我也是瞎猜的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还不带我走？”主子此行还带了几车灾区急需的药材，加上随行的太医院医官和护卫，颇有些阵势。上了路之后，我从马车里探出头看了一眼，果然，车队前方，苏银儿的马车旁，一边是骑在骏马之上的主子，而另一边还有一个相貌清俊的男人。这男人就是主子的情敌，户部侍郎魏彦池。上次我去青州帮苏银儿解决的麻烦，也是他。同为三皇子一派，他要求一起去就义，算是顺理成章。正观察着，不妨主子忽然回头，锐利的视线朝我扫了过来。我连忙放下了车帘。去黄州再紧赶慢赶，也需要8日左右。一路上，主子和那魏彦池极不对付，整天说不上几句话，一说话便是针尖对麦芒，连周围的侍卫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冰冷的气场。而苏银儿显然更亲近主子一些，我在后面偶尔能听到2人温柔的对话。行到第6天，千丝合欢散再次发作。夜里，主子进了我的房间，没有点烛火，一切沉默又滚烫。客栈床榻越来越激烈的吱吱呀呀中，主子突然暗哑着声音，恨恨地开口：“今日让一看守你，高兴了？本王是青面獠牙吗？叫你一见我就要躲回车里？怎么又哑巴了？”我半闭着眼，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也不敢说，只怕一张口就是陌生的哭吟。黑暗中，灼热的气息就喷洒在我嘴角，若即若离，直到最后的时刻，柔软的双唇忽地重重碾了上来。次日，我坐在马车里，回味着昨夜那个吻，神思恍惚。小七在一旁还是控制不住小碎嘴：“主子昨天才说了让一看守你的，怎么又换成我了？哎呦，又踩坑里了！这破山谷颠死我了，就不能让我骑马？”最后一个字还未落下，便故骤声：“小心！”我一把推开小七的瞬间，一块巨石从天而降，砸在我们中间，马车立时4分5裂。与此同时，山谷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和更多石头从山坡滚下来的轰隆声。中埋伏了！可是怎么会是此时此地？我狼狈地躲避着石子，心中惊疑不定。不要慌，汽车往林子里跑，暗卫保护医官，所有人准备御敌。主子清晨有力的声音从前方传来，他在第一时间就把苏银儿救了出来，抱到了自己的马上。这时又把目光转向我。7，给11解锁。我和小七迅速进了林子，手上的锁铐刚被解开，林子里忽然起了一片白烟，是软骨烟，快用湿布捂住口鼻。苏银儿急急喊道，可众人还来不及从腰间取壶倒水，一群蒙着脸的黑衣人从林子深处杀了出来。侍卫和暗卫们立刻拔刀相迎，
却因吸入了毒烟，战力大减，只能且战且退。而主子身为此行统领，已将苏怡儿交给了一和魏燕池，自己则策马找了个高处挽弓搭箭。他的箭术在西北战场时就精湛无比，此时面对混乱的战局，仍是箭无虚发，转瞬间射落10数黑衣人。可我看着苏怡儿的方向，只觉忧急如焚，正要追过去，却发觉身后10几个黑衣人同时朝我扑来。我一惊，完全不知自己怎么会成了他们的主要目标，连忙全力应对。主子剑眉紧蹙，接连几箭急射向我身后的黑衣人。奈何先前吸入了毒烟，周旋一阵后，我还是被一个黑衣人抓住了。那人用刀架上我的脖子，朝主子大喊：谢少渊，快他娘停手，要不然老子立刻杀了你的女人！我愣住，他们把我当成苏莹了？主子显然也疑惑了一瞬，随即冷笑：本王怎么不知道自己多了个女人？哼，别想骗过咱们，昨夜你不就是在这女人床上欲生欲死的？我这才明白过来怎么回事。只听黑衣人又道：谢少渊，把那神医治瘟疫的底方交出来，老子就放了他。主子顿了顿，缓缓取了一支箭，搭上了弦。一个陪睡的女人而已，你们觉得本王会放在心上？还是你们觉得本王会和六皇子一般，为了私利，置百万黄州百姓于不顾？话落，他冷光烁然的眸子与我对视一眼，一支羽箭倏地离弦射出，噗的一声，没入我的胸口，快得无人反应过来。我睁大眼睛，喉中短促地发出一声惨叫。操！那黑衣人骂了一句，随手把我扔到地上。兄弟们，杀了谢少渊，黄金万两！林中的厮杀声霎时愈加激烈。我在地上扑了一会儿，用手撑起了身体。主子那一箭看似致命，其实却是救我，箭头只没入皮肉1寸，未伤及任何脏腑。我咬紧牙关，用力拔出了箭头，顿时鲜血迸射。可我没有时间止血，迅速拾起地上掉落的一把剑，捂着胸口，向苏怡儿撤退的方向追去。等终于在靠近悬崖处追到人时，正见保护苏怡儿的暗卫被缠住，一个黑衣高手正一掌朝苏莹儿击去。主子离这里太远，根本来不及救。莹儿！魏燕池大喊一声，就要扑过去。可我比他更快，我毫不犹豫地提起全部内力，如离弦之箭般飞掠过去，一把将苏莹儿推向主子的方向。与此同时，那重重的一掌击在了我的胸前。我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，身体如零落的枯叶般急速向后飞了出去。11，跌下悬崖的瞬间，我似乎听到了撕心裂肺的喊声，可我已经无法分辨了。胸口血气上涌，耳边嗡鸣作响，眼前的蓝天白云慢慢被黑暗吞没。我闭上了眼睛，轻轻勾了勾唇。天书说，主子中了千丝合欢散后，主子的死对头六皇子把安宁公主送到了主子床上。从此，安宁公主缠上了主子，令主子与苏莹儿之间误会不断。天书还说，主子在前往黄州的路上被埋伏，魏燕池在危急之时替苏莹儿挡了一掌。自此，苏莹儿的心彻底滑向了魏燕池。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埋伏被提前了，但是主子和苏莹儿之间没有产生误会，魏燕池也没有机会让苏莹儿感动。以主子的聪明睿智，一定也不会像天书里说的那样痛失所爱，孤独一生了吧。而我本就会死在这场埋伏里，现在这样大概是最有价值的死法了。主子那，我只是一个暗卫，没有权势，也不够聪明，只会用这样最笨的方式来报答你与我的恩情。愿你从此得偿所愿，一生顺遂。半年后，临安沈氏绣庄门口，婉娘，我这就走了。不然，路上要当心。不然姐姐，我让阿娘做一篮麦芽挞饼，要早点回来吃哦。好呢，那你可不许贪嘴。我笑着摸了摸阿福的头，翻身上了马。正是早时的时辰，一路上皆是热闹。我闻着空气中飘逸的食物香气，慢悠悠地走着。再次庆幸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。半年前，我落进崖底湍急的水里后，一路被冲到了一个村落边的河滩上，是婉娘把我救了回去。本就伤得重，掉下悬崖时又摔断了几处骨头，婉娘耗尽了所有的积蓄，又借了不少银两，才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。之后，
我在婉娘的悉心照顾下，足足养了5个月的伤，才总算康复了。康复后第一件事，便是取回我藏在各地的金银宝物，让婉娘母子过上好日子。没错，其实我勉强能算一个小富婆。主子对暗卫的赏赐向来大方，这么多年我攒了不少好东西。自从突然看见天书后，我便开始有计划地分散保存这些钱财。前几批取回来的财物，我用来在临安买了一个3进的宅子，给婉娘开了沈氏绣庄，送阿福去了最好的私塾。如今钱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我准备去取回最后一批财物，然后就和婉娘阿福安定下来。5天后，我到了原城，随便找了家酒楼坐下，打算吃饱肚子再取东西时，隔壁桌的谈话声传进耳朵。听说前阵新帝封赏功臣，本来要把北辰王的封号晋为端王，可那北辰王竟然顾辞不受，还要把手中的兵权交出去。你们懂什么？北辰王这才是天下第一清醒之人，知道急流勇退，否则以他如今的权势，新帝怎能安心？这人倒还有点见识，主子确实从小到大都清醒。哎，那你们可知他是以什么借口推辞封赏的？怎么不知？寻妻吗？听说北辰王妃与他闹了别扭，夫妻离家。北辰王与新帝说，此生只爱王妃一人，天涯海角也要把人找回来，若找不回来就孤独一生。哦，原来主子已经和苏莹儿成亲了啊！估计是苏莹儿依者人心，不愿被禁锢在王府里吧。主子陪他云游四海，其实也挺好的。那几个男子谈起八卦，比谈朝政还兴奋。我又听了会儿，便放下筷子结账离开。等到从柜方取到东西出来时，我脚下微顿，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方才一瞬间总觉得有人在盯着我，估计是哪里来的宵小盯上我手里的财物了。我施展轻功，把人甩掉。又是5日后，我顺利回到了临安。婉娘做了一大桌菜迎接我，我和阿福吃的肚子都圆滚滚的，日子就这样安定了下来。饱暖思淫欲，我又想起了以前的愿望，养一只属于自己的漂亮小狗。这晚，我逼着婉娘偷偷去了城中最受好评的松竹斋。是的，这么风雅的名字其实是个丫楼。左挑右拣了半天，搞得老鸨哥脸上的笑都挂不住了，我才勉强选中了一个清官。是不是真清咱也不知道，会倒是蛮会的。主人，奴伺候的您可舒服？我被他手里的孔雀羽挠得足底，连带着脊椎尾椎都酸酸麻麻的，说不上来是舒服还是难受。他放下了孔雀羽，掀起我的裙摆，又开始做作地亲我的小腿。不知怎么，我心里有些抗拒，正在犹豫要不要喊停。咚一声，那清官忽地直直倒在了地板上。我吓了一跳，谁躲在那里？静了片刻，一个挺拔的身影从帷幔后迈了出来，那双好看的墨眸眼眶通红地盯着我。11，你还活着？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看到主子的一瞬间，我就惊得从贵妃榻上坐直了，答非所问。王爷，你不是去寻王妃了吗？难道苏姑娘也来了临安吗？我是出来寻我的王妃，可是谁跟你说我的王妃是颖儿了？主子缓缓走到我面前，半跪下来看着我的眼睛。我的王妃明明当着我的面，狠心跳下了悬崖。轰的一声，我只觉得自己脑袋里炸成了浆糊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哪是跳下去的？我明明是被打下去的。不对，我摇了摇不太清醒的头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11，主子却突然握住了我的手，声音又低又难过。去黄州前，我发现自己弄错了，我喜欢的一直是你，我们互相陪伴那么多年，我早就喜欢你了。可我气你之前在床上那样对我，还气你说什么你谁都可以，所以我故意不告诉你我也喜欢你，想着得让你知道自己的错处，等到了黄州再和你开诚布公。可我没想到那天你会为莹儿挡下那一掌，我眼睁睁看着你掉下去。你不知道，那一刻我的心就像被碾碎成了齑粉，若不是他们拦着我11，我错了。主子把额头抵在我手背上，说不下去了。我呆呆地坐了一会儿，胸口各种情绪剧烈地拉扯着。突然见到主子，突然听到他说也喜欢我，明明该高兴地落泪的。
可也许是那天那句你竟然妄想本王会喜欢你太过伤人，我竟觉得无法接受。王爷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尽量平静地开口，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过去的事了。我现在也不再喜欢你了，你能不能让我开始新的生活？主子蓦地抬起头，眸中寒光。你骗我，你若不喜欢我了，为何还会用我给你取的名字？看取莲花镜，应知不染心。不是吗？不然？我被问得一噎。我就是没想到更好的名字而已，那我再改一个。再说了，你看我都来这松竹斋点男人了，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主子嫌弃地看了地上的人一眼，这样的货色还不如一呢，你真的能看得上？我哑然片刻后，我终于想到一个合适的理由。他虽然没那么优质，可是我就想要一只小狗，我想做主人。沈氏绣庄又被挤爆了，晚娘接待各位夫人小姐忙得脚不沾地。我站在2楼窗边，向下望了一眼，一身褐白锦袍、金冠束发的男人正静静坐在绣庄廊下抚一首古琴曲。自从那天在松竹斋拒绝他以后，主子就开始日日出现在这里。这么一个郎艳独绝的美男子，不出1日就传遍了临安城。城里未出嫁的闺阁姑娘，单纯为了饱饱眼福的老少夫人们，全都来了绣庄凑热闹。半个月过去，连知府大人都偷偷来了一趟，想为自家未出阁的女儿说个亲。我忍不住又向下看了一眼，有些烦，不知道该拿这事怎么办好了。谁知过了2天，我就发现自己有点自作多情。不然，那位公子已经3日没来了。晚娘小心翼翼地试探我，是不是你一直不理人家，他生气了呀？要是有什么误会，还是该好好解释清楚呢。我回过神，把许久没动的书页翻了一页，垂下眸。没什么误会，他不来了正好，以后我们就可以清静了。这日正是七夕，晚上我带着阿福逛了一圈灯会后，才回了自己的院子。一踏进院子就发现不对，我屋子里灯火通明，进贼也不见这么嚣张的。我无声地站了片刻，轻轻推开了房门。屋子4角都放上了烛台，高几上的鎏金小炉里点了熏香。床上的白色纱帐放了下来，里面隐隐约约有个人影。我的心一下狂跳起来。是谁？不想自己揭开谜底吗？清纯低沉的声音从帐中传出。我不自觉屏住了呼吸，放轻脚步，一步步走到床前。书弟掀开了床帐，一个屹立无比的年轻男人正仰着头跪在床榻上，一丝不挂，耳尖绯红，脖子上戴着一个华丽的红宝石金铃项圈。他长睫微颤，像是忍着巨大的羞耻学习如何诱惑，却又难以隐藏习惯了的上位者气度。主人，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漂亮的小狗吗？不然你好像流鼻血了。太没出息，太丢脸了。我捂着鼻子转头就想逃走，却被身后的人笑着一把拦腰揽了回去，暧昧的气息洒在耳后。主人走了，小狗怎么办？主人，小狗好想吃肉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